我16岁嫁入靖安侯府，年少守寡，撑起整个侯府，操劳一生，到头来却得知死了40年的丈夫还活在世上。老夫人，您的病情又加重了，咱们还是回去看大夫吧。今日不见他一面，我死不瞑目。爷爷，我要一枝桃花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你就宠着他们吧，把花枝剪秃了，还怎么解逃？那就买呗，反正花的是柳云香那个丑老太婆的钱。你果真还活着？柳云香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病重要死了吗？谢子安，新婚夜你怎么承诺我的？你还记得吗？新婚夜出征，是我对不起你。等我回来，我就辞官，找出世外桃源，只你我2人相伴余生。谢子安，你为什么要诈死？40年来，你知道我为了护住靖安侯府做了多大牺牲吗？因为我爱丽娘，余生只想与她相守。我不诈死，怎么哄你留在侯府，为我们鞠躬尽瘁的操劳一生呢？我真是可怜你，明明夫君好好的活着，你却守了40年活寡。可怜他干什么？他就是个人尽可夫的贱人，死在路边我都不会多看一眼。哦不，你也有过男人，跟那个姓严的活阎王睡，你没被折腾死，真是命大。安郎诈死后的第1个月，我们就住在后院里，夫君眼睁睁看着你为救侯府去跪求活阎王糟蹋，后来为了打掉孽种，喝下虎狼之药，差点没命。原来我这一生都活在谎言中。华脉，夫人，身怀有孕了。我竟然重生了！谢子安，要你血债血偿！三少爷都死了，三少夫人怀的哪门孕啊？难道是那个活阎王的？少夫人岂不是要被沉塘？乱嚼什么舌根？管不住嘴，全部拖出去打死！主子，您竟然怀了那个活阎王的孩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偏偏重生到这个时候。走，去跟我确认一件事。要不就留在侯府吧，我去跟柳云香说，抬丽娘做平妻。娘，我是逃兵，您忘了？再说，我答应过丽娘，要和她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丽娘给我生了个大胖儿子，我不能辜负她。荣华富贵我也不稀罕，我只会和丽娘安安稳稳的过我们的小日子。三爷，只是娘，儿子要对不住您了。二哥在牢里如何了？柳氏去求了严木那奸佞小人，已经把你二哥摘出来了，很快就能放回家。他倒是有几分手段。狐媚之人只有勾搭男人的手段，不说他了。丽娘给我们侯府添丁进口，娘以后每个月会多送100两给你们，从公账出。你们这就回去吧。谢谢娘。走吧，我送你们出去。主子，您为了救二爷，委身那个大奸臣，受尽屈辱。老夫人背后竟然这样骂您，还瞒着您三爷活着的消息。三爷更是和别的女人生了孩子，他们简直不是人。主子，您刚才怎么不上去戳破他们？因为我要谢子安跪在我面前，亲口告诉我他还活着。侯府现在拮据，暂停所有对亲戚的接济。可是，我记得你的月银是2两银，从这个月开始涨为5两。谢谢少夫人。谢子安，你不是要和那个女人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吗？没有钱，我看你们怎么安稳。这3000两你拿着，去买一处院落，要隐蔽些的，用来存放粮食，不能漏水。剩下的都用来买粮食，放在这处院落里。是。下去吧。主子，您为何囤粮啊？难道要发生重大灾荒？别说出去，这是秘密。你怎么还在府里？我是靖安侯府的儿媳妇，我不在侯府，要去哪里？马上就要入夜了，你当然是好好打扮去伺候那个奸人啊！母亲，您这是什么话？竟然要儿媳妇去伺候别的男人？那不是你二哥还在严木手里吗？我愧对谢家的列祖列宗，愧对三爷啊！若三爷在天有灵，一定会骂我是狐媚，专门勾引男人。
这话不是我下午跟子安说的吗？他要真看见子安了，绝对不会这么冷静。装什么贞洁烈女？都和那个奸人睡过那么多次了，还差这几天吗？二嫂，你说什么？我忍辱负重救二哥，原来在二嫂眼里，我的委屈都是假的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云香，娘知道你是好儿媳，只是那奸人喜欢你的美色，你二哥这边只怕还得委屈你继续去伺候那个奸人了。算为娘的求你救救你二哥吧，娘给你跪下了。儿媳可受不起，既然你们非要逼我，我只能吊死在侯府大门上明志了。这不是侯府三夫人吗？她要上吊。她一个寡妇，在侯府没人给撑腰，闹到来大门口上吊，定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可怜呐，还这么年轻。今天我要静安侯府颜面扫地。严木，你这个恶狼，迟早我要摆脱你。我服了，不逼你了，你快下来吧。娘，严木那个奸人传话让柳云香今晚去伺候，咱们就这样放过了那个小奸人，相公怎么办啊？好声好气跟他说不肯，那就只能动粗了。主子，您现在可是寡妇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没事，只要谢子安回来，我就不再是寡妇了。成了，快去进去把人装上，快快快！柳云香，这就是你敬酒不吃吃罚酒的结果。主子，都被我打晕了。这个毒妇怎么办？既然他救夫心切，那就送他去伺候严贼吧。主子，您要去兰园吗？严木狗贼一直惦记您的美色，您去不得啊。严木是恶狼没错，可我现在已经无所忌惮，便是他也难奈我何。相反，我还要利用他的权势做事。严木果然只是把我当做小金妃的替身。上辈子严木帮小金妃当上了太后，最终却遭小金妃记恨，落得个五马分尸的下场。不然我别动手了，毕竟没有什么比被心爱之人杀死更惨的了。你笑什么？笑你不得好死。就你也敢跟我发脾气，还要闹着上吊，你怎么没真把自己挂上去？你敢抗拒我？我怀孕了。我每次都让你喝了避子药的。有一次没有，那天小金妃被册封为妃，你喝醉了。这孩子是我一个人的，与你无关。你要生下这个孩子？上辈子为了静安侯府的颜面，我吞服堕胎药，最终孤独终老。这辈子我要护住这个孩子，做个好母亲。我说过了，孩子是我的，哪怕是你，也别想让我放弃。我这次来，不是跟你讨论孩子的。那你来干什么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严大人不是缺人伺候吗？静安侯府二少夫人风韵犹存，严大人可还满意？你给我送人！
你当我严木是什么人？来者不拒吗？严大人府里美人众多，自然轻易看不上寻常庸脂俗粉，所以我特意送来了靖安侯府的二少夫人。她可是礼部尚书之女，对你而言也算别有一番滋味啊。柳云香，你简直放肆！我好不容易从地狱爬回来，谢子安和靖安侯府那些人还好好的，我不能死。这次算我欠你一回，只要让崔氏在你的府中待上1晚，再把消息传出去就行。你要毁了靖安侯府的声誉，记住，你欠我一回，有朝一日我必定要讨回来。这是糯米鸡的味道。今晚厨房刚好做了糯米鸡，你要吃吗？我让人端上来。我拿回去吃吧。对着严木这张冷脸，我怎么吃得下去？可别吐出来才好。去找2个乞丐来。柳云香不是说只需要让他在府里待1夜吗？敢算计我的人，弄虚作假的人。柳夫人，江远，你这是做甚？大人吩咐，来调理靖安侯府二少夫人的。乞丐？一旦传扬出去，二少爷和整个侯府的脸都要丢尽了。这才只是开始。柳云香，娘，你一定要为我报仇啊！该死的贱人，敢这样害我侯府的人，我绝对饶不了他。听说崔氏哭得可惜惨了，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。崔文秀，这就是你算计我的下场。少夫人，不好了！您陪嫁的绸缎庄、胭脂铺、城郊良田都被老夫人变卖了。问都不问一声，就私自变卖主子的嫁妆，老夫人这分明是在报复您，简直欺人太甚！我的嫁妆，这辈子靖安侯府的人一分也别想动。可是老夫人是您的婆婆，您能怎么办啊？带上我们的人去西山别院，我烧谢子安、张氏恶妇，你搞我嫁妆，我就搞你最宠爱的小儿子，我倒要看看谁更心疼。新婚夜出征，是我对不起你，等我回来，只你我2人相伴余生。你为什么要炸我？40年来，你知道我为了护住靖安侯府做了多大牺牲吗？因为我爱你。夫君眼睁睁看着你为救侯府去跪求活阎王糟蹋。原来我这一生活在谎言里。谢子安，这辈子你别想再安稳度日。笑了笑了。那个柳云香这么美，你真不动心？哼，那个贱人哪里美了？一脸狐媚相，也就严木那种贱人喜欢。我啊，只喜欢丽娘你这样善良又温柔的女人。这辈子，我只想和你安稳过日。谢子安，我从地狱爬回来了，现在该你们下地狱了。失火了，快跑！我们怎么办？我要烧进来了！银子还在家里呢。命都快没了，还管银子干什么？大不了再问府里要，快跑！那是三爷，三爷没死，他没死，三爷没死，还和别的女人生了孩子。主子，他们跑了，要抓吗？不抓。难道就这样放他们走了？我还要靠他拿回我的嫁妆，而且我要他当众身败名裂。怎么不走了？文昌伯府外围了很多看热闹的百姓，把路给堵住了。
求大人怜悯。本官为何要怜你？只要大人肯出手救我父母，我愿入大人府中为妾。求大人垂怜，救救二少爷！静安侯府就剩这一根独苗了。本官凭何帮你？静安侯父子犯的可是大罪。只要大人肯相助，我愿意为大人做任何事。任何事都可吗？又一个神似小金飞的可怜女子，掉头走别的路。脏货！谢家老二回来了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你们救他作甚？让他去死！这等贱妇寡廉鲜耻，哪有颜面存活于世？我谢子轩顶天立地，就是死在牢中，也不要他这般救我，辱我英名。老二，你这是作甚？万不能伤了自己。你媳妇儿也是为了救你，千错万错，留他一条活路。你们谁给我留了活路？这是要逼死我呀！我宁愿战死沙场，也不受这份屈辱。这么刚烈，那你怎么不真去死？发酒疯打自己媳妇儿，没用的孬种！没人知道这些事，忍忍就过去了。你若嫌弃他，娘给你娶几房小妾，往后不来他这院便是。我是做了什么孽？你们要这般对我？闭嘴！你一个失节之人，留你一命已是恩典，还敢说话触我儿眉头？不行，我忍不了！今日这个贱妇不死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二爷既是顶天立地的大男人，何不拿刀去杀了严木，在家对着柔弱女子发狠，算什么本事？柳云香，你闭嘴！你与他一般下贱。这家里亏得有二嫂和我，不然便是你娘和你妹子现身救你这个魂不吝。谢二爷若真是个有胆的血性汉子，便该当众自绝明志，而不是逼杀救你的人。只会嘴上喊的熊抱。你今晚怎么有空来我这里？特来恭喜大人，又得一个美人。我才是要恭喜你，夫婿死而复生。你怎么知道？也是，你可是手眼通天的严大人，什么事能瞒得过你的法眼？既然大人已经知道了，那我就不绕弯子了。今晚我来找大人做一桩交易。什么交易？抓逃兵谢子安。他竟然要我抓她的丈夫！谢子安没死，他是从战场上逃回来的。严大人派人把他抓起来，不仅可立功，还可敲诈静安侯府一笔。逃兵按律需罚200军棍，不死也残。谢子安可是你夫君，你真舍得让我抓他？他害得我那般惨，我恨不得生啖其肉。静安侯府侵吞了我的嫁妆，至少可以拿出10万两，届时你我平分如何？女人的嫁妆我可不稀罕，那10万两还是留给你做零花钱吧。大人答应帮我抓谢子安了。我乃朝廷命官，捉拿逃犯是本官的职责。严木今晚怎么怪怪的？10万两，非掏空静安侯府不可。娘子眼光真好，这牡丹织锦最衬您的肤色。夫人是三爷，还以为谢子安会躲几天呢，真是冤家路窄。派人去通知严木。是。这匹布真好看，喜欢就买吧。我们的衣物都被大火烧了，正好全做新的。娘子眼光真好，这牡丹织锦最衬您的肤色。这匹布怎么卖呀？10两银子一匹。10两银子？这也太贵了。要不还是算了吧。都怪那个纵火贼，害得我们身上的钱财都没了。若让我抓到他，非扒了他的皮不可。等我回府拿了银子，我们再来买。官差还没来，不能让谢子安走。这匹不要，其他的全给我包起来。好阔气的夫人啊！贵客，1楼的都是凡品，2楼还有更好的，贵客可以去2楼看看。好啊，刘云香、相公，我们快走。他花钱无度，咱们凭什么受委屈？
你不是喜欢这匹布吗？现在就买。好。哎呀，我的荷包怎么不见了？快找找，怕是遭了小偷。他刚才捡了一个荷包，我看见了。对，这个荷包就是我的。好啊，光天化日当众捡东西，竟然不归还，你简直是偷盗！你跟我去衙门！别报官，荷包是我夫君捡的，不是偷的。你若报官，会后悔的。盗贼竟还敢威胁人，必须报官！对，必须报官！柳云香，你好好看看我是谁！你是谁？我为何要认识一个小偷？你不认识我？我是谢子安，你的夫君。全京城皆知，我的夫君死在了战场上，虽然是战败而亡，可他确实是战死，是铁铮铮的血性汉子。他真的是你夫君谢子安。都说了，我夫君不是逃兵。你打我！我夫君，他若活着，定会回家照顾族中妇孺，会为西北将士澄清冤屈，绝不会躲起来苟且偷生，抛妻弃子。你再敢胡说八道，侮辱我夫君，我打烂你的嘴！我当时受伤，等我伤好了，朝廷已经宣布了我的死讯。还敢污蔑我夫君！你敢打我，我可是你相公！还敢冒充我相公！柳云香，干什么？造反吗？想不到颜母竟然亲自来了。夫君，夫君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不问是非，一来就打人啊？京城人人皆知，我颜木做事从来都只看心情。你是活阎王颜木！对不起，颜大人，内子无礼，小人替内子道歉，小人就不打扰颜大人办公务了。慢着，颜大人来的正好。这个恶贼不仅偷本夫人的荷包，还冒充本夫人的相公，靖安侯府三少爷，还请颜大人将其抓回去，严加审问。香，你别太过分了！本官面前，你狗吠什么？打得好！来人，将这个喜欢乱吠的贱民抓起来！本官要好好审审，你究竟是不是靖安侯府的三少爷谢子安？夫君，夫君，夫君，夫君！主子，真是太解气了！奴婢不在，奴婢若在，也给三少爷2巴掌。放心吧，谢子安进了诏狱，不死也要脱层皮。三少夫人，老夫人叫你去大厅相见。主子，老夫人叫你去，只怕不安好心。无妨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柳云香，你掌管中亏3年，公账亏空，定是你贪墨了钱财。二嫂，账目清清楚楚，何来贪墨一说？不是你贪墨，为什么我们吃的那么差？公公战败，府里被抄家过一轮，靠着我的嫁妆过活，每顿都有鱼有肉。大嫂还嫌吃的差，不知大嫂要吃什么？天天暴身赤肚吗？那是我做不到。做不到，那你就把管家权交出来。行啊，老二家的，以后由你掌管。谢谢娘，以后好好管家，莫要再和子轩争执了。是娘。哼，柳云香，敢设计害我，我要你的嫁妆1分不剩，还要给你顿顿吃发霉的馒头。谢子安的家人何在？来了。江大人大驾光临，蓬荜生辉。少废话，本官今天来是通知你们，谢子安从战场上逃跑，藏匿在京城，被抓住了。想要他活命，1天之内凑够20万两银子去赎人。什么？20万两？颜木这头贪狼还真是狮子大开口，20万两，只怕要把大房和二房的嫁妆也掏空了，才能凑够。20万两，这怎么可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银子？大人，严大人说要20万两就是20万两，少1两，等着替谢子安收尸吧。老三好好的在西山别院住着，怎么会被抓呢？什么？子安一直住在西山别院？怪不得刚才在街上那个长得像子安的男人口口声声说是我相公，原来他真是子安啊！你见过子安了？在布匹店遇到的，我以为是假冒的，还让严大人抓了他去审问。原来子安被抓是因为你个毒妇！
柳云香，你竟然让人抓自己的丈夫，你也太恶毒了！这还不都怪你们，子安没死，你们怎么都不告诉我？亏我忍辱负重伺候奸臣严母，又拿出嫁妆给大家用，你们还是不是人？行了，现在要紧的是凑足那20万两。子安是你相公，你来想办法筹钱。银子？我哪来的银子？你少跟我装糊涂！你的嫁妆呢？那么多铺子、良田，随便变卖一些就能凑出银子，你敢藏私？我的嫁妆，母亲倒是好意思提。我那绸缎庄、胭脂铺、城郊良田，还有所有值钱的嫁妆，早就被母亲你瞒着我偷偷变卖一空了，当我不知道吗？如今我身无分文，别说20万，便是1两银子，我也拿不出来。三弟妹，子安是你的夫君，你救他天经地义，快把你的私产拿出来！你们也别想置身事外，子安是谢家子孙，你们身为大嫂、二嫂，不能坐视不管，把你们的嫁妆全都拿出来变卖凑钱，今日必须凑够20万两。老三的事和我什么关系？我没钱，我也没钱，事关老三的性命，任何人别想撒手不管。现在也让你们尝尝被当世毒妇逼迫的滋味。母亲不可呀！我的嫁妆是我娘家给我留的后路，我不能拿出来。我的嫁妆早就贴补府里了，我也没有啊。没有也得有，今天就算是砸锅卖铁也要凑够银子。子安必须活着回来。你们俩每人5万两，少1两，我休了你们！把梳妆台抬出去。不要！梳妆台搬走了，我怎么梳头啊？把这个屏风也搬走，把床也搬走。不能拿走啊！好歹给我留点啊！刘云香，都是你这个贱人害的，你不得好死！上辈子你们联手榨干我的嫁妆，看着我被侯府搓磨，冷眼旁观，如今不过是轮到你们罢了，这都是你们应得的报应。这下，静安侯府彻底落魄了。从今天开始，静安侯府只会越来越没落。距离20万两还少3万两，老二媳妇儿，你还能不能凑出点银子了？母亲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真的没有多余的嫁妆。母亲，我连大爷生前的鞋铺都卖了，就算母亲您休了我，我也再拿不出1文钱了。一帮穷鬼！严木那边你熟，你去求求他，让他少要些银子。母亲又要媳妇用美色换取你儿子的安危吗？府里实在凑不出钱了，我把棺材本全拿出来了。子安是你的夫君，你不能不管他呀。我夫君还活着，婆婆却要我做伺候别的男子的龌龊事儿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毒妇，等救回子安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严大人，求您开开恩，侯府实在凑不出20万两，只有17万两，求您先放了子安，剩下的3万两，我们日后一定补上。本官素来说一不二，连20万两都拿不出来，可见谢子安在静安侯府也没什么分量。既然如此，留着也没用。不要啊！刘云香，刘云香，你在哪儿？快来救我！快来救我！严大人，求您饶命，我不想死。好死，让他闭嘴。是。不要啊！怎么，你也来求我放了谢子安？可惜我严木说话算数，说要20万两才放人，任何人说情都没用。大人放心，我不会让大人做违背原则的事，相反，我还要求大人特殊照顾一下谢子安。果真，我记得你以前说过，你对谢子安忠贞不渝。我此生对夫君谢子安忠贞不渝，求严大人莫要羞辱我。我说过那样的话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那我可让人好好招呼谢子安了。人放回去的时候成残废，你不准找我哭。放心吧，这辈子
我都不会再为谢子安掉一滴眼泪。难道是太子？上辈子太子无命，会登帝位，不惜勾结蛮夷北境，坏事做尽。大人，你没事吧？无妨，小伤，你速去查一下，可有敢到我府里行凶，杀无赦！诺。有了这蛇毒，严木就能顺藤摸瓜，找到太子。哎呀，大人受伤了，我这里有金疮药。刺客的剑上有毒，小心伤到你。帮我剔掉伤口周围的毒肉。我？不然呢？我刚才可是救了你的命。好吧，不过先说好，我没做过，弄痛你，我可不管。你尽管动手就是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今晚算我救大人一命，大人是不是应该报答我？你还真是一点都不肯吃亏。也罢，你想要什么，尽管说。粮食10万担。你要如此多粮食作何？你要囤粮当奸商吗？严大人刚才说的好像任何事都可以，区区10万担粮食就难住大人了吗？真是越来越牙尖嘴利了。也罢，明日你去户部粮仓运粮食吧。严木去粮仓，就会发现粮仓早就空了，也能提前为1个月后因为战乱引发的大规模粮荒做准备。不过，我满足了你的要求，又帮你收拾谢子安，你是不是也该回报我一样？大人想要什么？本官想要你。大人，袁姑娘做噩梦了，想请大人过去陪她。袁金月自诩品行高洁，如今也彻底臣服严木，摇尾求宠。若你留我，又怎样？他不会以为我在吃醋吧？大人是不是误会了我们的关系？我们只是各取所需而已，没有私情。放心，大人我喜新厌旧，不会缠着你。良宵苦短，我不打扰严大人了。大人，现在去请袁姑娘吗？梦魇就喝安神汤，我又不是大夫，滚！我虽是那般说，却从未碰过袁清月，你就不能多点耐心，多问几句呢？大人，刺客全都自尽了，看身上的图腾，疑似北境细作。蛇毒呢？暂未在刺客的刀上发现蛇毒。大人是如何中的蛇毒？哎呀，大人受伤了，我这里有金疮药。暂未查到，继续查便是。扩大范围，势必查出这蛇毒的源头。诺。大人为何不干脆告诉柳云香您喜欢她，这般自苦？罗夫已有夫，万一他不愿与谢子安和离，我逼迫太师，岂非连这点交集也要断了？若非3年前您被金妃骗去了江南，也不至于错过柳家一亲。真是天意弄人。搬粮食而已，何须大人亲临？他好不容易让我帮他办件事，绝不能出纰漏。
大人如此为柳云香，可惜柳云香一无所知。说这个做什么？拿一袋粮食下来，看看成色如何。小姑娘家家头一次做生意，那些陈米生虫了的可不行。户部的粮仓怎么全变成沙土了？严大人，我来搬粮食了。都是你办的好事。我也没想到户部的粮食全成了沙土。什么沙土？户部的存粮可是关系京畿之地几百万百姓的性命啊，怎么会变成沙土？听闻北京最近蠢蠢欲动，京畿之地最好还是存一些粮食为好。上辈子北京在10日后突然挑起战火，数百万难民和战场的伤兵涌向京城，却因为户部粮仓空虚，皇帝不得不下令关闭城门，数十万人饿死在城外。我唯一的弟弟也在其中啊！你如何知晓北京蠢蠢欲动？俗话说，猫有猫道，狗有狗道。严大人没必要对此感兴趣，咱们还是来谈谈交易吧。什么交易？你我一同出资，收购京城粮商手中的粮食，如何？你要我做奸商？柳姑娘莫不是忘了，我可是朝廷命官啊！战火若起，难民涌来，京城最需要的是什么？稳定的粮价。我便是要做那不涨价、不发国难财的良心商人。怎么样，大人可要入伙？素日只知道他聪慧，却不想他还有如此胸襟。柳姑娘诚心相邀我一起发财，我岂会拒绝？这是我的司令，你拿着，可去我名下任何的商铺调取银两，亦可调用我府中的私兵。你确定把这么重要的令牌给我？我可是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了姑娘，姑娘如何谢我？好多人看着呢。放心，没人敢看。2个库房已经装满了，加上从江南购买的粮食，足够上百万人食用1月了。还不够，我要库存足够500万人白日之食。钱不够，尽管去找严府的人拿。是。想不到严木那个奸人竟然会支持主子您做事。看在他支持我的份上，等这场灾难过后，我告诉他些隐秘之事，给他一线生机吧。夫人身子不适，不方便见外。主子是府中的大小姐，怎会是外客？夫人说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便是外人了。母亲病情如何？夫人得的是风寒，已经请医问药，无甚大事。那请徐伯将粮食搬进府，过些日子便会需要了。老爷夫人怎的还在生您的气？二公子的死也不能怪您啊！我柳家只恨哥一个男丁，却死在战场，父亲母亲难免伤怀。等他回来，母亲和父亲就不会再生气了。二少爷不是死在战场上了吗？这辈子我手中有粮，绝不会再让我唯一的弟弟孤寂的死在城外。好个恶毒的女人，还敢回来！既然回来了，不愧是毒妇最疼爱的儿子。我的20万两齐了。我不是做梦吧？我怎么看见了夫君？你没看错，就是我。你个毒妇，都是你害的我。夫君，听闻你战死，我恨不能随你而去，可家中老小需要照料，我只能撑着。守寡3年，我心如止水，只盼与你死同盆。我不敢相信你真的还活着。别哭了，我这不回来了。
这位娘子是何人？还抱着个孩子。在布匹店，你不是都知道了吗？我知道什么？她叫丽娘，孩子是子安的。母亲别开玩笑，夫君出征在外3年，重伤而归，怎会有心思娶妻生子？他难道不知家中妻子为他守寡吗？再说，引诱战场上的将士可是要下大狱的。丽娘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孩子是我在她家养伤的时候怀上的，你休要胡说！原来不是回不来，是娶妻生子，不愿回家。侯府被抄，二爷入狱，母亲病倒，全家命悬一线。你把这都丢给我，自己带着外室逍遥快活。谢子安，你也算男人。丽娘不是外室，我与丽娘拜过天地，她是我名正言顺的妻子。她是你的妻子，那我是什么？丽娘贤惠，她愿意与你平起平坐，我便不休你了。你二人同为平妻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严木那个奸人的脏事儿，柳云霞，你就是个不要脸的贱货。我能容你留在我静安侯府，你就该感恩戴德了。当初是你娘求我，逼我去伺候严木，说我不去就是不孝。如今反倒骂我不要脸的，究竟是谁？你胡说！是你自己不甘寂寞，勾搭那个奸人，休要胡说！二嫂难道也守不住寂寞？说你就说你，别扯我。二嫂说的对，现在说你和严木的事，别说些没用的。我怀孕了。什么？贱人，我要休了你！夫君要休了这个贱人，我马上就是静安侯府3少夫人了。我这就去写休书。夫君，小心你的腿！主子，三爷不会真休了您吧？放心吧，给他们10个胆子，静安侯府也不敢休我。柳云香究竟跟你说了什么？你如此激动？这个贱人怀了严木的孩子。柳云香，等拿了休书，立即给我滚出侯府！谢子安，你确定要休我？这个孩子，严木知道的，他已经认下。这侯府确实堪比那烟花柳巷。我不与你这妇人争口舌，白白失了风度。你等着我写好休书就是。不能休，不能休！你休了他，小心严木抓你去诏狱。我忍不下这口气。在诏狱，你还没吃够苦头吗？三爷不是怒气冲天要去写休书吗？怎么还不去？是啊，夫君，你怎么又不去了？老三媳妇儿，老三活着回来乃是大喜事。你守寡3年，终于苦尽甘来，夫妻哪有不磕碰的？往后日子还长，你们各退一步，好好过日子才是正理。可是我不喜欢有人和我抢正妻的位置，更不喜欢有人同我的孩子抢嫡长子的身份。你怀孕了？夫君一直都不在家，你怀的哪门子孕？我怀的当然是三爷的种，对吧，三爷？柳云香，你别太过分了！哎呦，你别惹他！你动了他，
整个静安侯府都要遭殃。娘，我忍不住了。三爷，你还没回答我刚才的问题。你是我静安侯府的三少夫人，怀的孩子当然是子安的了。娘！可夫君刚才当众说了要休我，我身为他明媒正娶的妻子，被这样骂，如何还有脸继续留在侯府？老三，快跟你媳妇儿赔不是！算了，我还是离开吧。是我不对，不该那样说你。你错了。错了。你我夫妻早在半年前就团聚了，你住在西郊养伤，我常去看望你。在此期间，我怀上了这个孩子。孩子是谢家的种，而且是三房嫡出，我没说错吧？对，对，你就是这样怀孕的。三爷刚才不肯认自己的孩子，还要休我，实在让我伤心的很。你还要怎样？按照家规，父不慈，夫不仁，需当众掌嘴20。三爷，你应该不会忘了家规吧？看在你是主子的份上，就不让下人动手了，免得你难堪。你要我自己扇自己？按照家规，还要跪着。怎么，三爷拉不下面子？看来不是诚心认错啊。夫人，我代夫君给你赔罪。丽娘，我怎么舍得你受这等侮辱？不论发生什么，我都愿与夫君共同承担。丽娘，一个名分都没有的外室，他喊谁夫君呢？你一个没名分的乡野村妇，也敢在正室面前搭台唱戏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。既然你要一起受罚，那就赏你俩一起掌嘴，让你也长长记性。没吃饭吗？三爷，你可是武将啊！你呢？不是要陪三爷受罚吗？你还不赶快跪下！三爷怎么自扇耳光啊？听说是做了对不起少夫人的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在外面饲养外室，还要休了少夫人。自从侯府出事儿，少夫人做了那么多牺牲，三少爷还对不起少夫人。谢子安，纵使你万般不愿，这个王八你也当定了。谁让你是个孬种呢？主子，真是太解气了！关键三爷和老夫人当众承认了主子您肚子里孩子的身份，您再也不用担心会被沉塘了。就算没有谢子安那个王八承认，仍旧没人敢将我沉塘。只是那个丽娘有点麻烦，孩子都生了，只怕早晚要进门给三爷做妾室。只要我在侯府1天，她就休想，妾也不行。主子，宫内来的帖子，邀您明日去赏花会。小金妃怀孕了。小金妃怀孕，设宴庆祝，为何邀主子去啊？去了，便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了。小金妃怀孕，岩木狗贼应该很伤心，正在借酒浇愁吧。贱人，敢当众羞辱于我！夫君，我的脸好疼啊！
我也疼。我就算了，可夫君你是他的丈夫啊，他怎能如此羞辱夫君？娘，我们绝不能这样算了，我要报仇。可他现在有严木那个奸人撑腰，我们能如何？难道就这样算了？当然不会，我们等待时机，总有办法收拾那个贱妇。娘，金妃娘娘下帖子邀请文晴妹妹明日进宫赏花。金妃娘娘和我靖安侯府从未有过往来，为何单独邀请文晴？难道是金妃娘娘想要拉拢我们靖安侯府？只要文晴能讨得金妃娘娘的欢心，咱们就不用忌惮严木了，也就可以收拾柳云香那个贱人了。等等，我也收到金妃娘娘的邀请，府里现在就这一辆马车了，娘让我和你一起进宫。小金妃怎么连谢文晴这种未出阁的女子也邀请？有时候我真搞不懂，你一个有夫之妇，严大人究竟看上你什么？四姑娘出身侯府，待字闺中，为何没人上门提亲？你长得美便是好处。警告你，今天离严大人远远的。你不会是看上严木了吧？是又如何？严大人丰神俊逸，倾世之貌。想不到严木那个狗贼有如此多女子喜爱。严木不会喜欢你这种类型，他只喜欢小金妃那样的。你怎么知道严大人不喜欢我？我总比你这种有夫之妇残花败柳强吧？哼！他目的不纯，进了宫肯定要丑态毕露。靖安侯府这下又要丢人了。你疯了！这可是皇宫。夫君回来了，必须要宫里的人邀请，才肯露面。这几日和你那孬虫夫君相处的还融洽吧？你猜这刀刃上有没有毒？火蛇毒。他知道他胳膊伤口的蛇毒是我下的了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不懂？你别这样，我害怕。我怎么觉得你最近胆子变大了？严木，你要干什么？衣带已经松了，你觉得我要做什么？有人来了。严大人，您在里面吗？明明金妃娘娘说严大人在此处休息，怎么没人？难道去宴会了？我得赶紧回去宴会，免得严大人被别的小妖精勾走了。你怎么了？我难受，昨晚腰酸腿疼睡不好，你还莫名其妙冲我发狠，心里就更难受了。你想用这招转移下毒的事？什么下毒？我根本不知道，我怎么会提前准备火蛇毒？我又没有未卜先知的本事，你就是艳嫌我想杀我。别哭了，我只是问你一句而已，也是怕你做冒险的事情，又不会把你怎么样。你要是不愿意承认，就算了。今天不杀，明天呢？你阴晴不定，说不准哪天不高兴就杀了我。我不会杀你的，永远都不会。真的？我若违背誓言，让我这辈子都娶不到媳妇儿，这下总行了吧？他喜欢的人是皇妃，怎么可能娶得到？管他的，先过了这关再说。你刚才去哪儿了？我去那边如厕。如厕？脸为什么会红？天热吧？严大人来了。
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不是内外都败絮。金贵妃驾到！才怀孕就封为贵妃，皇上对金优还真是宠爱有加。可惜她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皇帝的。本宫还以为你会等到宴会结束再来呢。被一只野猫惊醒了，便过来了。你才是野猫呢！皇上和太后刚才还问起你，已经无碍了，谢贵妃娘娘垂询。明明是一对恋人，却要在人前装作疏远的样子。野木狗贼现在一定痛彻心扉吧？贵妃娘娘，谢文晴和金优之间怎么感觉有点怪？今日这么多闺秀，你可有合眼缘的？此话何意？今日赏花会是太后与皇上为你办的相亲大会。原来是为岩木小人举办的相亲大会。皇上有命，宴会后你需上报心仪姑娘名字，皇上为你赐婚。被自己喜欢的人逼着相亲，岩木狗贼真是酸爽。选心仪的姑娘，行啊。不过都知道我掌管赵玉，双手沾满血腥，想嫁给我，没胆量可不行。岩木心里只有金优，怎么可能娶别人？天天就知道捉弄人。和诸位玩个游戏，胜者便可嫁给我，如何？我先来。谢四姑娘连什么游戏都没问，可见她是真的爱慕于你。若是谁的声音大，便给谁机会，那对其他人岂不是不公平？那你打算要如何？我取人数同等数量的箭矢，众闺秀头顶苹果，箭矢射中谁，我便娶谁。这个游戏好啊！那会不会受伤啊？弓箭无眼，有胜者，自然也有流血受伤，这才公平。不错，这才是真正的公平。来人，取弓来！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岩木狗贼真是会玩，这是要把人吓死啊！一共6位闺秀，可我手里却是7支箭，数量不对啊。数量不对的话，那就取下1支箭吧。我做事向来从不反悔，不如加一个人吧。好啊，在场的女子任由你选。就你吧。她是晋安侯府的3少夫人，不能参加此次游戏。刚才贵妃娘娘说，在场的女人随便选，怎么说话不算数了？那就有劳3少夫人。刚才夫人不是幸灾乐祸的笑吗？苹果可要顶好了，我手里的弓箭可是不长眼，万一伤着哪里，可不负责。你疯了！诸位闺秀，准备好做我的妻子。岩木不至于当众杀人，他武艺高强，应该心中有数。列祖列宗保佑，保我小命啊！
我这个游戏果然有效，选出了最适合我的新娘。谢文晴还站着呢，她头顶的苹果也插着箭矢。都吓尿了！哈哈哈，这个谢四姑娘好恶心呐！虽然吓尿了，头上的苹果确实还插着箭矢。现在只有柳云香头上的苹果插着箭矢了。游戏结束，柳云香胜出，她是我的新娘。静安侯府的三少夫人竟然胜出了！严木这是在搞什么鬼啊？胡闹！严木不想成亲便罢，怎能用有夫之妇戏耍大家？原来严木那般做是为了不娶妻。贵妃让我选心意之人，如今选了，为何又不满意？她已经嫁人，如何再嫁你？让她和离便是。公主逼人和离的事还少吗？今日宴会就此结束，刚才的游戏不得外传，否则杀无赦。一会儿去找我。因为你的心上人守着不娶是你的事，何苦拿我戏耍？我已经因为撕去你府邸，被谣言逼得活不下去了。什么守着？别碰我！主子，金贵妃在听雨轩等着你。主子这是在宫里被人欺负了，是严大人吗？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那个狗贼！啊，他做了什么？皇上和金贵妃设下相亲宴，要他选心仪的姑娘。游戏结束，柳云香胜出，她是我的新娘。该死的严木狗贼，竟敢当众戏耍我！主子，您说严大人是不是就想娶您啊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是有夫之妇。正因您是有夫之妇，严大人总不能让孩子叫别人爹吧？是这样吗？不可能。他爱的是金幽，不会爱其他女人，更不会娶。他做那些，只是为了在金幽面前展示娶她的决心而已。你为什么要那样做？谁让你罔顾我的心意做事？我那也是为你好。你早过娶妻年龄，却一直未娶，你就真非柳云香不娶吗？锦幽，收起你的那些心思，我早就警告过你。你对他如此念念不忘，明明我们长得那么像。你们一点都不像。可当年我们多好啊！你甚至许诺我，只要是我想要的，你都会给我。那时是因为我眼瞎，看不清你的贪婪，而现在我彻底看清。可你答应过要帮我坐上高位。你现在不已经在高位了吗？皇后之下你是第一人，你还想要怎样？不够，我要做的是皇后，甚至太后。你儿子都没生出来，还想要做太后，未免太痴人说梦。我不管，我就要做太后。严木，你必须帮我。当初要不是你抛弃我，我也不会进宫。你必须帮我。别碰我！我可以帮你，不过
你不准再碰柳云香。她若是少一根头发，我便拿你的命赔。我的心肝宝贝，我不仅要碰，我还要他死。主子，3天后真会有大批难民涌向京城吗？叫虎帐房多雇点人看守粮仓，万不能有事。是。原本用岩木的人最好，可惜和岩木闹僵了。姓柳的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你带文晴进宫赴宴，竟然眼睁睁看着文晴丢人，也不出手相助！你不配做靖安侯府的3少夫人。他自己爱慕岩木，非要往上凑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丢脸都是他自己活该。比起你明明知道男人不喜欢你还往上凑，甚至当众吓尿了，我还是不够贱。你身为靖安侯府的儿媳妇，竟然看着小辈当众丢脸而不伸出援手，按照家规须跪祠堂认错。看在你怀孕的份上，就改成在你的院子里静思己过吧。算你识相。主子，您害喜越来越严重了，一会儿奴婢去请个大夫来给主子看看吧。外面在搞什么？叮叮当当的。主子，不好了！老夫人和三爷让人把院门给砌上了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近日有人发现你的人偷东西，为免你的人去别的院子偷东西，我做主把你院子的门砌上了。府里现在还有可以偷的东西吗？娘说你们院里的人偷东西，你就偷了。反正这个院门今天砌定了，门砌上了，吃的怎么送进来？哼，只是府里的门砌上了而已，不是有小门直接通向外面吗？你的人偷了府里那么多东西，想吃什么自己买去。和他浪费什么口舌，把门砌上就行了。就是要饿死你们！他们已经打定主意这般干，你吵闹也没用。这样也好，3日后就没有烦人的苍蝇来搅扰了。因为私自放柳云汉上战场的事儿，柳云熙已经和家里闹僵了，她的嫁妆也全上交给府里充了公。现在她身无分文，看她能饿几天。让她害我在宫里丢人，饿死她！与人私通就算了，还越来越不替侯府着想，心都野了，必须狠狠的教训。等她饿得受不了，哭着来求我，我就让她自请下逃。贱人，都怀了孽种，还想霸占我正妻的位置，我呸！天天馒头咸菜，我嘴里都快带出鸟来了。我出生农家，馒头咸菜倒是吃惯了，只是我还要喂奶，总吃这个，只怕会奶水不足。你怎么管家的？是啊，二嫂，你是不是私吞家里的钱了？为了救三弟出来，府里就差把门口的石狮子卖了。昨儿四妹妹进宫，又花费许多银子置办衣服行头，我都跟娘家借3回钱了，就馒头和咸菜，吃了这顿还不知道下顿在谁家呢。可是这些东西我实在是吃不下去了。什么味道？好像是烤羊肉。好香啊！这么香，主院那边的人应该已经馋得流口水了吧？府里怎么会有烤羊肉的香味儿？去看看，不就知道了。
主子，烤好了。竟然是烤全羊！娘，柳云香竟然偷吃！府里连一块整的银锭都没有了，柳云香，你哪来的钱买羊肉？既然烤好了，走，拿去铺子里分给下面的伙计。好嘞。他怎么把烤全羊拿走了？他们要拿去哪里？站住！柳云香，你给我回来！他怎么就走了？我的烤全羊！早知道你们刚才就该别出声了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等那个贱人回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主子，吃了烤羊，下面的伙计干活都更有劲儿了呢。吃完这顿烤羊，下次再吃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啊！打起来了！北京和我们打起来了，大批难民涌向京城，朝廷已经战火还是燃起来了。派人看好店铺，每日限口5000担，不得重复购买。若有闹事者，打出去。No。走。去哪儿？去严府。主子不是说再不想见严大人吗？那都是气话，我还要靠他开城门放我出去呢。什么？主子您要出城去？城外那么多难民，您出去太危险了。又在害丹相思了，岩木狗贼，你可是个奸臣好不好？终于舍得从你夫君的怀里出来了。你提那个孬种干什么？他竟然如此贬低谢子安，今天怎么来了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大人既然纳了我为妻，为何却不去我的院子？这么久了，岩木狗贼竟然没睡过元京月。他们都说我在大人眼里就是个替代品。大人，您告诉我，不是的，对不对？滚出去！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碰这幅画？大人，你忘了他，好好爱我吧。我看你是疯了！来人！是你让他爱上你的，如果他错了，那也是因为你让他错了。卑鄙的是你，可恶的是你。你想救他，他罪不至死。我弄了如何？你难不成要杀我？既然你那么想救他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在1炷香之内拼好这幅画，我便饶元清月一命；否则，我便让人将他乱棍打死。这玉佩是我的。他终于发现了。你怎么确定那块玉佩是你的？这是我娘送给我15岁生辰的礼物，玉佩上还刻着云字，我绝不会记错。所以呢？我那块玉佩16岁的时候弄丢了。怎么丢的？还记得吗？难道是金贵妃捡着了？我看你这画像也拼不好了。我还没拼完，你不准走。画像你可以不用拼了，只要你猜出为何你的玉佩会佩戴在画像之人的身上，我就饶了袁景月。还要答应我开城门，我要在城外设粥棚施粥。现在出城很危险，外面都是难民。没事儿，我是给他们饭吃的人，没人会砸了自己的饭碗。你先猜出原因，只给你3次机会。玉佩虽然特别，可也不排除玉石店做了2个一模一样的。难道是有个姓名带云字的人送给金贵妃的？
你送给金贵妃的玉佩刻云字，包扬金贵妃品行如云般高洁。你还剩最后一次机会，再猜错，袁京月要死，你也休想出场。不要！玉佩不是捡的，也不是人送给金贵妃的，那就只剩下一个可能。这画像的人难道不是金贵妃？我只是自言自语，这次不算。答对了，画的就是你。那幅画像竟然是我的。主子还在琢磨严大人喜欢你的事呢。也是，谁能想到冷心绝情的严大人居然偷偷爱慕了主子多年？谁说我在想严慕了？你别胡说。我怀疑是因为他怕泄露出去有损金贵妃的声誉，才故意那样说。姐，恒哥儿，你还活着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姐，我的腿。没事，有姐在，以后姐养你。这辈子我弟弟没死，真是太好了。恒儿回来了，是喜事儿，别哭了。你自己还不是哭了？爹娘，我已经让人备好热水和宴席，让恒哥儿去洗漱一下，边吃饭边聊吧。香儿，当初我不见你，并非恨你，只是我和你爹伤心太过，怕见了你会忍不住脾气，是娘和你爹对不起你。娘，您别这样说，当初私放恒哥儿去战场，本来就是我的错。你只是粮草押运官，负责的还是铠甲袍服，怎么会受如此重的伤？是谢子安，他贪生怕死，刚到西北大营和我调换了军职。好个谢子安，我要你血债血偿！谢子安，拿命来！孩子饿狠了，丽娘，你快给孩子喂奶。我2天没吃饭，奶水早都干了。娘，我饿得前胸贴后背，实在难受。我也饿得头晕，可咱们1文钱都没有，买不起粮食啊。大嫂和二嫂都跑回娘家了，二哥也跟着去了，就我一个人还留在这里挨饿。那边的粮食也吃不了几天，过几天还得回来。继续下去，只能卖府邸了。打仗的时候，房子最不值钱，挂牌出去也不一定有人买。刘云香怎么还不回来？他手里有大把银子和粮食，我都听人说了，他在城外专门设粥棚给那些难民施粥。他宁愿把粮食白白便宜那些低贱的难民，也不给我们一口吃的，真是个毒妇。等他回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我倒要看看谁收拾谁。余香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别碰我！快，把你的粮食拿出来！我们快饿死了！
我凭什么给你们粮食吃？我是你丈夫，我是你婆婆，我是你小姑子。你们很饿，拿肉包子来。好香啊，鲜肉馅的，快给我！谢子安，你就是个贪生怕死的渣子，不配吃我的包子。牵狗来！你怎么能把肉包子给狗吃呢？现在什么年月，人都吃不上饭，你这样糟蹋粮食，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在我看来，你们静安侯府的全都不是人，比狗还不如。我的粮食宁可喂狗，也不会给你们这群渣子。柳云香，你把肉包子给狗吃都不给我吃，你信不信我休了你？你就是个孬种，给你10个胆子也不敢休我。你气糊涂了，这个女人不能休，严木她。谢子安，你虽不愿意休我，可我受够了你。今天我要休夫。什么？我要休夫！本朝开国以来，还从未听说过有人休夫，你疯了吗？别忘了，你现在肚子里可是怀着孽种，离了我，离了静安侯府，小心被沉塘。哼，柳云香，劝你不要再作妖了，乖乖把粮食和银子拿出来，好吃好喝的供着我们，否则我真让子安休了你，你哭都找不着地儿。谁说柳云香离了静安侯府就会哭？严木，你怎么来了？听闻你来休夫，我特来为你撑腰。云香今天休了你，明日我就抬着聘礼上他家提亲。谢子安，此前我的确动过念，让你做我腹中孩子的父亲，可你害我弟弟，你就是个贪生怕死的渣子。如今看着你这张脸，我都觉得恶心。休书！从今日起，我柳云香与你谢子安恩断义绝，再无半点干系。对了，有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我弟弟柳云恒活着回来了，他已将你战场临阵脱逃的罪证悉数写下，递交兵部，数罪并罚。谢子安，你就等着人头落地吧！肉包，臭狗，你给我走开！你给我走开！我也要吃肉包！给我先吃，我还要奶孩子。我早说过，静安侯府的人休想再吃我一粒粮食。明日我便去刘府提亲。你真要娶我？不然呢？我还以为你只是随口说帮我撑腰的。娶你这件事，我绝无半分虚言。柳云香，你欺人太甚，我要报仇！
柳云香有严木那个奸人撑腰，我们势单力薄，又能如何？我们可以去找金贵妃。静安侯府和金贵妃素无往来，况且上次你在金贵妃的宴会上都吓尿了，哈哈哈！都是柳云香那个贱人害我当众出丑。好了，文晴，你且说，金贵妃为何愿意帮我们对付柳云香？一想起那个贱人宁可把包子喂狗，也不给我们吃，我心口就堵得难受。只有狠狠咬下柳云香一块肉来，才能消了这口恶气。我在宫中听人说，金贵妃入宫之前和严木有私情。不能吧？金贵妃可是皇妃，身份尊贵。我起初也不信，直到金贵妃私下跟我说，只要我在相亲宴上拔得头筹，便请皇上下旨为我与严木赐婚。你这般说，我便信了。女子若是深爱一人，却无法得偿所愿，便会心生偏执，不愿让他迎娶旁人，甚至刻意为他安排貌丑的女子为妻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是在嘲笑我长得丑吗？够了，眼下最重要的是收拾柳云香那个贱人。你们说，若是我将柳云香私藏大批粮食的密室告知金贵妃，她会怎样做？那还用说，她肯定立即禀报皇上。如今难民遍地，柳云香私自囤粮，藏匿不报，皇上知道了，龙颜大怒，轻则流放，重则斩首。三哥，你还不快去！到时候皇上嘉奖你，咱们就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柳云香，你要我死，我倒要看看，究竟谁先人头落地。大人，夫人中的是白木之毒。什么？白木？白木毒很厉害吗？白木之毒阴狠之极，毒发之时痛彻骨髓，五脏六腑由内衰败，体魄强健之人尚且受不住。夫人怀有身孕，体质孱弱，怕是撑不了多久，怕是很快就会毒发身亡。你家主子是怎么中毒的？奴婢不知，奴婢和主子同吃同住，奴婢安然无恙，主子怎么就中了剧毒呢？奴婢唯一一次没在主子身边是金贵妃的宫宴。我知道下毒之人是谁了。柳云香应该毒发了吧？回娘娘，方才下人来报，柳云香在静安侯府门口当场吐血晕倒。和本宫抢男人，柳云香，本宫要你受尽折磨而死。娘娘，静安侯府三公子谢子安求见娘娘。谢家的废物找本宫做什么？他说有办法让柳云香身败名裂，万劫不复。哦，那传他进来吧。是。草民谢子安，叩见贵妃娘娘。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你好歹是侯府公子，怎么这样粗鄙？民夫都比你穿得体面。这都怪柳云香那个贱人！求贵妃娘娘为草民做主，严惩恶妇柳云香。哦，你且说说，柳云香如何进入你们静安侯府的？只要证据确凿，本宫就如你所愿。娘娘明鉴，柳云香嚣张跋扈，仗着有严木撑腰，先是当街无故追捕草民，后又当众休夫，侮辱我静安侯府，全然无视规矩礼法。这些都是小事，柳云香最大的罪状是私囤粮食，借机发国难财。他私囤了多少粮食？若是数量太少，可不能定罪。具体数目草民不知道，但府里的下人说，
柳云香开了上百家粮铺，私藏的粮食应该不少于1000万担。1000万担！不管真实数目多少，先把柳云香的罪名定下来再说。无论数目真假，只要让皇上知晓此事，柳云香必死无疑。好一个胆大包天的柳云香！城外难民遍野，他坐拥上千万担救命粮草，却隐匿不报，简直该死！你且退下，本宫自会为你做主，定要治他个欺君卧上、祸乱京城的重罪。多谢贵妃娘娘。大白天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殿下不是在为没粮食给难民而发愁吗？靖安侯府柳云香私自囤粮1000万担，竟如此多！只要拿下柳云香，抄了他的粮铺，殿下就能跟皇上交差了，说不定还会被褒奖。爱妃真是姑的解语话，等姑登基，就封你为皇后，还要立我们的孩儿为太子。只要你生下皇子，姑便立他为太子。偌大京城，敢对香儿痛下杀手的，只有金佑。大人，求您救救我家主子。你2人留守府中，细心照料香儿，寸步不离。我即刻入宫，亲自向金优讨要解药。他若识相，乖乖交出解药，本官尚可留他性命；若是执意不从，本官便亲手了结他。父皇，柳云香私囤粮食上千万担，却眼睁睁看着万千黎民百姓挨饿，此等漠视苍生、藐视国法的奸佞之徒，若不严惩，民心难安啊！臣妾虽是妇人，亦知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百姓受难，臣妾主动缩减宫中用度，用来赈济难民。柳云香作于巨量米粮，却借机牟利，必须严惩，以儆效尤。好大的胆子！一介民妇竟敢私自囤粮发国难财，简直无法无天！即刻带人将柳云香捉拿入宫，此等是百姓祸乱朝纲之人，朕定要斩其首级，以正国法。儿臣遵旨。只要柳云香一死，严木的心就能重回本宫身。你不是在陪着柳云香吗？怎么进宫了？把白木毒的解药交出来！严木，你大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公然挟持当朝贵妃，你是想谋逆吗？你父亲在南疆当了巡抚10年，从南疆巫医手中之后辗转落到了你的手里。交出解药，否则我扭断你的脖子！没错，柳云香的白木毒就是本宫下的。那又如何？我就是不给解药，谁让他抢走了你的心？我恨他，我要他死无葬身之地！你当真以为我不肯杀你？谋害皇妃乃是诛九族的滔天大罪。严墨，你当真要为一个柳云香赌上满门性命吗？我把解药给你，求你别杀我！严木，你当真要为柳云香谋天下之大不韪吗？你信不信你走不出皇宫？来人，去禀报皇上，就说严木忤逆犯上，当众刺杀本宫。大人，解药拿到了吗？严木，立刻送回府，给香儿服下。无论宫中传出任何动静，不得片刻耽搁。
严木，你太过放肆！今日有我严木在，上前阻拦者，杀！就算你拿到解药又如何？柳云香私自囤粮，证据确凿，皇上已经下旨抓人，他很快便会人头落地，死无全尸了。你救不了柳云香，你自身也犯下滔天大祸，这就是你背叛本宫的下场。主子已经服下解药，是不是就好了？江大人，大事不好！太子带人围了府门，要捉拿柳姑娘入宫问罪。我出去应对，无论外头发生何事，切记不可惊扰柳主子休养，更不能出去。柳云香私囤粮草，欺君罔上，罪证确凿，即刻捉拿罪妇柳云香入宫问罪。敢阻拦者，杀无赦。柳云香，今日我定要你身首异处。太子殿下，我家大人入宫未归。无论殿下有何等要事，还请等我家大人归来再议。严木忤逆犯上，刺杀贵妃，已经被捉拿下狱，再也回不来了。严木，严木。主子，您终于醒了。外头是什么动静？我隐约听到了谢子安的声音。没有的事，主子刚醒，身子虚弱，定是听错了。主子服下解药，身子感觉如何？解药？金贵妃给您下了白木剧毒，若非严大人冒死入宫取回解药，主子今日定然凶多吉少。严木呢？严大人入宫尚未归来。严木是不是出事了？没有，严大人权势滔天，又得皇上信任，怎会出事？还敢欺瞒于我！金贵妃心胸狭隘，睚眦必报，怎么可能给我解药？她定是为了替我求取解药，得罪了金贵妃，才滞留宫中受罚，对不对？何止是得罪，为了拿到解药，严大人险些当场斩杀金贵妃，犯下忤逆重罪。他竟为了我做到这般地步！狗奴才，还不快滚开！是谢子安，主子万不可出去。太子与谢子安要捉拿您入宫问罪。捉拿我？皇上听闻您私自囤粮，震怒之下下旨令太子前来捉拿您。我必须要去。主子，您的毒刚解，身子羸弱，不可冒险入宫啊！严木因我获罪，身陷险境，我绝不可能贪生怕死，弃他不顾。难怪大人久久不归，竟是被抓了。狗奴才，还不快滚开！大人临行前命我誓死护卫柳姑娘，无大人指令，任何人休想动柳姑娘分毫。所有人拔剑护主！柳云香私自囤粮，祸乱京城，乃是皇上钦定重罪。江远，你胆敢阻拦，是想谋反吗？我不懂什么谋反不谋反，只知柳姑娘是大人心间的人，未来严府主母，谁敢动她，必先踏过我的尸体。不用和个奴才废话，直接杀了。既如此，我便先斩你这刁奴！住手！
谢子安，你本就是战场逃兵，戴罪之身，也敢来严府撒野，你是找死吗？谢子安是奉姑之命前来捉拿你。你听清楚，我如今是太子殿下的人。你作为储君，身负天下重任，却用逃兵，太子殿小心被御史弹劾。柳云香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竟敢诋毁我！谢子安，闭嘴！柳云香，你私囤粮草，藐视国法，父皇下旨命本宫捉拿你入宫问话。我随殿下入宫，但请殿下约束下面的人，不要妄动干戈。不可，大人命我保护你，属下绝不能让您入宫涉险。我知道你忠心，但是皇命不可违。你主子身陷皇宫，生死未卜，你难道不想救他出来吗？可皇上盛怒之下，又有金贵妃、太子在旁构陷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况且我并非全无胜算。说完了没有？说完了。带走。别碰我！我虽答应入宫，但我柳云香问心无愧。所谓祸乱京城，皆是污蔑构陷。今日我便当着圣驾面前自证清白。等你进了宫，孤立无援，我看你还如何嚣张！柳云香，一介民间妇人，竟敢私藏1000万担粮食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？陛下明察，柳云香持有大量粮食物资，残害百姓，草民身为她的丈夫，都看不惯她的歹毒行径，冒死举报，此等恶妇，必须严惩不贷。皇上明察，民妇无罪。你私自囤粮上千万担，祸乱京城，还敢狡辩无罪？民妇确实囤了粮食，却不是为一己私利。你的粮食全放在你的铺子里售卖，还说没牟利。自北京战乱爆发以来，民妇名下所有粮铺始终平价售粮，从未涨过1文钱。民妇还在城外开设多处粥棚，日夜赈济难民。民妇上对得起皇上，下对得起百姓，问心无愧。你所言属实，可派人去查，相关人员皆可作证。别信他，柳云香在家上对婆婆不敬，下对晚辈毫无慈爱之心，就是个满口谎言的毒妇。皇上，谢子安因被民妇休弃，心怀怨恨，蓄意构陷，商人唯利是图。如今京城粮价飞涨，柳云香怎么可能分文不赚？皇上，您别被他的花言巧语蒙骗了，还是快将他治罪，收缴粮食，赈济难民吧。城外有不少民众亟待帮扶，多耽搁一刻，情况就会更严重。柳云香，这一次必死无疑。皇上大喜，难民粮草难题有人主动为朝廷解决了。是何人相助？终于来了。昨日柳云香派人送信给臣，坦言手中握有粮食2000万担，可尽数公益京城，平定粮荒，且承诺全城平价售卖，绝不抬价，只求朝廷勿派人无端干涉。他所言所行是否属实？绝无可能，一介商户女子怎么可能舍弃巨额利益？张丞相，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和柳云香暗中串通，欺瞒皇上？饭可乱吃，话不可乱说。臣身为当朝丞相，身负朝廷重任，岂能与一介民妇串通？金佑，休得胡言乱语。父皇，贵妃虽不该干政妄言，话却也不是全没道理。丞相昨日就收到信急，为何偏偏在父皇即将处置柳云香之时禀报？时机太过凑巧，难免令人心生猜忌。臣昨日收到书信后，并未即刻禀报，是为暗中核查真伪，杜绝虚言欺君。核查结果如何？核查属实。柳云香名下所有粮铺全城平价售粮，推出限购政策，严厉遏制奸商哄抬物价乱象。如今京城粮价已然稳步回落。好，多谢丞相大人为民妇作证。若非大人及时赶来，民妇今日怕是要蒙冤受死了。你便是柳云香，你为何在宫中？太子殿下和金贵妃诬告民妇私自囤粮，发国难财，祸乱京城，执意要将民妇严惩治罪。一派胡言！皇上，此次京城粮荒得以平定，民生得以安顿，全靠柳云香大义之举。
他乃是我朝的大功臣啊！你们这群混账，险些让朕错杀有功之臣！太子，你个蠢货！父皇，这件事不能怪臣啊，消息是金贵妃告诉儿臣的，儿臣也不知道她没查实啊。臣妾也是被谢子安蒙蔽，谢子安信誓旦旦，指天发誓所言属实，臣妾万万想不到，一介草民竟敢欺瞒皇室，构陷忠臣。你好大的狗胆！草民，皇上明察，谢子安私从在战场逃回京城，诈死欺瞒家人，在外私养外室。民妇知晓真相后不堪受辱，方才休夫。他因此怀恨在心，捏造罪名，构陷民妇。今日若非圣明在上，民妇早已含冤而死。靖安侯府德行败坏，构陷功臣，祸乱朝纲，全府流放3000里，终生服苦役，以儆效尤。胆小如鼠，怪不得当逃兵。想不到一介弱女子竟有如此胸襟格局，朕要重重赏你。皇上，此番安稳良驾，赈济百姓，首功并非民妇，乃是严穆严大人。皇上，严穆忤逆犯上，当众刺杀臣妾，罪无可赦，绝不能饶恕。想借功劳为严穆脱罪，柳云香，你痴心妄想。此事与严穆有何关联？皇上，一共3000万担赈灾粮，大半银钱是严大人出资筹措。早在北京备战之初，严大人便预测战乱当至，粮荒必起，提前嘱咐民妇倾尽家财收购粮草，妥善储备。不愧是状元之才的严穆。战乱爆发后，严大人再三叮嘱民妇，粮草务必平价售卖，不得牟利，一切以朝廷安稳、百姓生计为先。到底是严穆啊！恳请皇上念在严大人一心为国、心系苍生，饶恕他惊扰贵妃的过失。况且，严大人入宫惊扰贵妃，全因金贵妃暗中对民妇下毒在先。啊！金幽给你下毒？臣妾没做过，皇上别信柳云香的胡言乱语。白木剧毒阴狠至极，民妇毒发之时痛不欲生，几近殒命。严大人不忍见民妇惨死，才贸然入宫求取解药。皇上可传严大人前来，一问便知真相。皇上，臣亦听闻过白木之毒，害人至极，重者受尽折磨，不得善终。传严穆入宫。你怎么样？很痛吗？你怎么进宫了？我来救你。我不用你救，快走，此地凶险。危机已经解除，皇上叫你来，是核查购粮赈灾之事，以及金贵妃下毒真相，无需担忧。严穆，柳云香说金贵妃对她下毒，是否属实？回皇上，金贵妃的父亲曾经任职南疆，私藏白木剧毒。今日臣入宫求取解药之时，金贵妃亲口承认，白木毒乃是她所下。没错，柳云香的白木毒就是本宫下的，那又如何？我就是不给解药，谁让他抢走了你的心？我恨他，我要他死无葬身之地。皇上，金贵妃因私情，心生妒恨，便对无辜民妇痛下剧毒，简直蛇蝎心肠。臣妾没有，皇上明察，臣妾身为贵妃，又身怀龙嗣，怎会嫉妒一介民间妇人，以身犯险下毒害人？这根本不合情理。言之有理，爱妃的确没理由加害一介民妇。柳云香、严穆，本宫知晓你们急于脱罪，可你们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当众诬陷本宫。本宫身怀龙嗣，圣宠正浓，你们今日绝无胜算。只要严穆你即刻跪地认罪，自称撞柱，本宫便饶柳云香一命。如何？皇上，金贵妃加害民妇，并非无端妒恨，只因民妇撞破了她的惊天秘密。金贵妃与太子私通，她腹中龙嗣，
也是太子的孽种。你说什么？柳云香怎么知道我和太子私通？知情人被我杀了。上辈子太子萧燕登基，册封金幽为后，天下人才知道他们私通生子，秽乱宫。皇上，臣妾冤枉，这是污蔑。父皇，儿臣绝无此事。柳云香为了脱罪已经疯了，胡乱攀咬。住口！柳云香构陷储君，污蔑皇妃，乃是诛九族的滔天大罪，你可有实证？民妇绝不敢污蔑皇室。太子与金贵妃秽乱宫境，证据确凿。臣相信柳云香所言句句属实。东宫藏有二人私通的证据，派人一查，真假立辨。万万不可！东宫乃是儿臣起居之地，岂能任由外人随意搜查？若搜不出证据，民妇甘愿领旨。柳云香，你个贱妇！怎么，太子殿下理亏狗急跳墙，想要杀人灭口？可惜大理寺卿在此，谁也伤不得柳云香分毫。父皇，住口！你若心中无鬼，何惧搜宫？来人，去东宫查押。倘若搜不出证据，严木、柳云香，你二人就等着被诛九族吧。民妇遵旨。臣遵旨。大人，各处都仔细搜查完毕，并未找到属于金贵妃的私人物件。父皇，如今真相大白，您总该相信儿臣清白无辜了吧？皇上，差一点臣妾与腹中龙死就要蒙受不白冤屈而死了，求皇上为臣妾做主。不必心急，搜宫还未结束。前世太子登基后，还曾拿出金幽天衣物跟臣子炫耀，绝不会没有物证。搜查那里。金贵妃酷爱牡丹，却又不愿与旁人一样，特意吩咐绣娘将肚兜上的牡丹多绣一瓣花瓣，寓意胜过花中之王一筹。不知廉耻的贱人！这是北京可汗的亲笔信。太子殿下，你和北京可汗有交情吗？你竟然将我大荣的布防图卖给北京，难怪北京短短半月接连攻克我国3座城池。前世只知道太子和北京暗中勾结，不想他连布防图都卖，简直丧心病狂。真是该死！父皇饶了儿臣吧！来人，将这对不知廉耻的男女拖下去，凌迟处死！不要啊，皇上！皇上！
救救我！当年我曾救你性命，你亲口发誓会护我周全，你全都忘了吗？你还有脸提？当年雪天赠我棉衣分我吃食之人，本就是云香。那日我血盲看不清，你趁机冒名顶替，逼我欠下恩情，害得我和云香多年错过。这笔账我还没同你清算。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知道？若是你早清楚，这些年为何还屡次帮我？我假意示好，不过是为麻痹，让你无从对云香下手。原来这些年严木处处迁就金玉，是为了保护我而演的一出戏。就算当年救我的人真是你，这般蛇蝎心肠的人，我严木就算瞎了眼，绝不会动心半分。羽林君，还不快把他们拖下去！饶命啊！柳云香、严木，你二人立下大功，朕要重赏。你们想要什么，尽管说出来。民妇只求皇上宽恕严大人惊扰金贵妃的过错，功过相抵。臣此生唯一心愿，便是能光明正大、风风光光迎娶柳云香为妻。恳请皇上为臣与柳云香赐婚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二人情深意重，令人动容。好，今日朕便做一回媒人。有这道赐婚圣旨在手，从今往后，你这辈子都只能做我的夫人。看把你得意的！恭喜主子喜结良缘。主子，是晋安侯府一行人，今日刚好动身去流放地。疼死我了！三哥，全都怪你！要不是你在养外室气得柳云香休了你，晋安侯府落魄命命，是爹战败惹的，你们怎么能怪我呢？闭嘴！今日是严大人大婚，花轿就在前头，你们这群罪人若是冲撞新娘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什么？严木今日成亲？柳云香，她竟然嫁给了严木！柳云香毁了靖安侯府，她凭什么风光出嫁？她不准嫁！流放罪人也敢妄议贵人婚事，简直找死！谢子安，如今的一切皆是你们咎由自取。当初我若真心善待柳云香，结局是否不同？只可惜悔之晚矣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共入洞房。